1980年，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，越军趁中国关键时期，集结了60万大军驻扎在中越边境。面对如此紧张时刻，邓公却十分淡定，并让部队按兵不动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这其中有什么深意吗？1979年，越南无故侵犯我国领土，再加上此前的种种挑衅，我们忍无可忍，于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此打响。仅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里，就将越军的有生力量几乎歼灭。然而，距离对越反击战才过去1年半的时间，越南又开始不安分了。战争结束之后，越南开始疯狂征兵，民兵比例竟然达到了50比1的程度。1980年10月，越南调遣了60万人的部队，驻扎在中越边境沿线上。看这架势，似乎还想卷土重来。如此紧张时刻，邓公却笑了笑道：“打不起来。”这让当时的许多人不解，因为邓公此前面对越南的挑衅，可是选择了最有利的回击方式，可为什么这次却选择按兵不动了，而且认为打不起来呢？对此，邓公给大家做出了解释。在邓公看来，越军此举是在虚张声势。当时越南能够打赢美国，与我国的后勤供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现如今与我国决裂，后期无法得到保证，越南一下子调这么多兵力，后勤补给肯定跟不上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即便有再强的兵，没有足够的粮食也白搭。其次，当时的越南正在和柬埔寨交战。1978年时，越南就调集了20万精锐军队，对柬埔寨发起了入侵。所以现如今驻扎在两国边境处的越军大多都是民兵，这也是邓公如此淡定的原因之一。除此之外，因为越南执意进军柬埔寨，当时中美英法等国家联合起来对越南实行禁运，而因为大量的军事开支，早已使得国内的经济无法正常运行，百姓生活水准也在逐渐下降。可即便这样，越南为何还要派遣60万越军驻军中越边境呢？越南经济如此不景气，完全是越南自作自受。在打赢越南战争之后，越南不但不率先发展自己，反而是先打起了周围国家的主意，多次骚扰周围国家。越南这样做，除了为了政治利益之外，更多的还是为了讨好苏联。赫鲁晓夫上台之后，苏联与我国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差，一度到达了冰点。越南眼看有机会讨好苏联，于是想到了骚扰我国边境的办法。除此之外，越南还想借着打压我国，震慑邻国，从而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，在与柬埔寨的战役上得到更多好处。另外，越南挑选我国作为立威对象，除了我国在抗美援朝上的英勇表现外，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改革开放，搞经济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。越南认定了我们不敢还手，哪怕最后战败了，也不会遭到大规模的反击。这也许才是他们最大的信息来源。而邓公早已看出了越南这边的想法，也就懒得理会他们的独角戏。因为如果他们敢再来一次，相信解放军不介意再去他们的首都旅游一次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